有个经典的哲学问题是鸡生了蛋还是蛋生了鸡？我们继续学习杂含卷12第288经。两位老朋友又见面了。当时舍利弗尊者和摩诃俱絺罗尊者住在耆闍绝山中。舍利弗尊者从禅定中出定，起身去拜访摩诃俱絺罗尊者。彼此问讯后，舍利弗坐在一边问：我想向您请教，不知您有时间为我解答吗？您问吧，如果我知道的话，会回答的。您怎么看呢？摩诃俱絺罗尊者，有衰老吗？有的。有死亡吗？有的。您怎么看呢？衰老和死亡是自己造成的，还是别人造成的？或者是自己和别人共同造成的？亦或者不是自己，也不是别人造成的？自作、他作、自他作、非自他作、无因作。之前在43节里讲解过，这是4种典型的错误归因，基本把所有人都包括进来了。什么是自作呢？有人认为今天工作不顺利，今天比赛没打好，那是因为今天穿的衣服不对，领带颜色不对。川建国同学就认为红领带能给他带来好运气，所以他大部分时间都戴红领带。如果戴的红领带哪天不顺利了，你注意看，他后面几天就要换成蓝领带，避避邪。他自己说的，神叨叨的是吧？你别笑，很多人都这样。什么是他做呢？一切都是神的意志，神的恩典。那不顺利怎么办呢？战争死了那么多人，世界有这么多不公平，神不长眼睛吗？不要怀疑神的意志，不可臆测。什么是自他做呢？有神的恩典，同时还要加上自己的努力，那必然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刀枪不入，上天入地，百毒不侵。这种想法一直很有市场，成功了都是神力加持，没成功都是自己努力不够，信心不够。但是就不去观察反省，是不是方法有问题，方向有问题。什么是非自他作，无因作呢？一切都是无因无缘的，碰巧的。舍利弗尊者，衰老和死亡不是自己造成的，不是别人造成的，不是自己和别人共同造成的，也不是无因无缘的。因为有来世再生的因缘，所以会有衰老和死亡。舍利弗就像上面那样追问，又问了来世再生是谁造成的，三界投生的种子、执取、爱欲、感受、接触、六根的作用、名色身心都是谁造成的？摩诃俱絺罗就一轮轮回答，来世的再生是因为有三界投生的种子，有三界投生的种子是因为有执取，有执取是因为有爱欲，有爱欲是因为有感受，有感受是因为有接触，有接触是因为有六根的作用，有六根的作用是因为有名色身心。这些都略过了问答内容。舍利弗尊者，有名色身心不是自己造成的，不是别人造成的，不是自己和别人共同造成的，也不是无因无缘的。名色身心是因识而产生的。那识又是因谁产生的呢？舍利弗尊者，识不是自己造成的，不是别人造成的，不是自己和别人共同造成的，也不是无因无缘的。识是因名色身心而产生的。摩诃俱絺罗尊者，您先说名色身心不是自己造成的，不是别人造成的，不是自己和别人共同造成的，也不是无因无缘的。名色身心是因识而产生的，可是您现在又说因为有名色身心才产生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不成了鸡生了蛋，蛋又生了鸡，到底谁生了谁？您这不是进入死循环了吗？打个比方，有智慧的人会因比喻而理解。比如把3根芦草立于空地，要彼此相互依靠才能立得住。如果拿去其中一根，另外2根也就倒了；如果拿去另外2根，剩下的1根一样会倒，要彼此互相依靠才能立得住。同样的，以识为因缘而产生名色身心也是这样，彼此互相依靠才能够生长。12因缘并不是简单的因果环环相扣，特别是无明、行、识这几支贯穿了整个链条，中间这一大段都是互相吹捧客套，相应部也没有，略过。30种这一篇的缘起只讲了10支，对这10支升起厌离、法随法行和见法涅盘，加起来一共30种。这里有6个法师，在其他版本里前2个是讲法者，第3、第4个是法次法相者，
也叫法随法行者。第五、第六个是见法涅槃者。善哉善哉，摩居除罗尊者，如果讲解对老病死要升起厌患离欲灭尽，就叫说法者；如果讲解对受生在三界投的种子只取贪爱感受接触六根的作用名色身心识等等，要升起厌患离欲灭尽，这又叫说法者。如果比丘能对老病死升起厌患离欲向于灭尽而前行，乃至对识升起厌患离欲向于灭尽而前行，这就是法随法行者。如果比丘对老病死升起厌患离欲灭尽，不生一切烦恼，心得到圆满解脱，乃至对识能够升起厌患离欲灭尽，不生一切烦恼，心得到圆满解脱，这就是见法涅槃者。289经，被舍违背弃舍则解脱，以后会遇到八被舍，也叫八解脱，这是8种禅修的方法。心意识在真正的世尊教法中都是一个，你说心也可以，说意也可以，说识也可以，都是指意识，比我们现在通常说的意识范围更大些，包括无意识。无意识以前通常称为潜意识、下意识。人类进行逻辑思维计划靠的是大脑的前额叶部分，这一部分运转速度挺慢的，如果什么事情都要前额叶发动指令指挥身体，有时候会来不及。比如打乒乓球，专业的乒乓球选手接发球，如果要意识来指挥身体，那就不用打了。而新手则需要意识的参与，这就是专业选手和新手的差别。专业选手通过几十万次、上百万次的训练，成就了无意识的接发球，形成了肌肉记忆。再比如，如果有什么东西朝你飞来，你本能会先闭上眼睛，比你大脑意识到危险还快。有人喜欢喝酒，如果你跟他说酒精对身体有害，这些人会自动过滤这些信息，因为他们已经被酒精洗脑了。其他的瘾也一样。还有，如果你平时经常练习禅定冥想，你的专注度会比普通人更高，也更容易进入忘我的状态。虽然说是无意识，其实仔细也能观察到。在之后几百年发展的教法中，心意识就变得复杂了，又有了什么第70摩那识、第80阿赖耶识、第90无垢识、第10识一心识，说的越多越玄乎，更无法证明。专家们没告诉你的是，还有第11识忽悠识。有不少人一辈子就研究这些虚幻的概念，只是空中楼阁。当时世尊跟比丘们说，愚痴无闻的凡夫虽然对这由地水火风4大所组合而成的身体厌患离欲解脱，但对意识却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见这由4大组合而成的身体有成长衰老，有得必然有失。然而对于这个心，或者称为意或者识，愚痴无闻凡夫却不能生厌离，不能离欲，不能解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长久以来被我见所束缚，认为意识就是我，是我所拥有的，这是我的意识，或者我就在意识里。所以愚痴无闻凡夫不能对意识升起厌患离欲解脱。愚痴无闻凡夫宁可执着这个4大色身是我，是我所拥有的，也不要执着意识是我，是我所拥有的。为什么呢？因为这4大色身也就可以保持10年、20年、30年乃至100年。如果注意养生，或许还能比100年多些。然而这个心，这个意识却日日夜夜、时时刻刻刹那转变，不断生灭变化，就像猕猴在树林间游玩，攀援树枝，刚放下这根，又抓住另外一根，片刻之间到处攀援。意识也像这样，不断生灭变化。作为圣弟子，应当善于思维观察这些缘起，当有引发快乐触受的因缘，就会升起快乐的感受。当快乐的感受升起时，能如实觉知快乐感受的升起。如果引发快乐触受的因缘熄灭了，那所生的感受也就会随之熄灭平息。就像快乐的触受、痛苦的触受、欢喜的触受、担忧的触受，乃至不苦也不乐的触受也一样。当有引发不苦也不乐的触受的因缘，就会升起不苦也不乐的舍受。当舍受升起时，就要能如实的觉知舍受的升起。如果引发触受的因缘熄灭了，那舍受也就随之熄灭平息。
他会这样想：这感受是因触受而产生，因触受而快乐，因触受所束缚。由于有引发快乐的触受，才有快乐的感受。如果引发快乐的触受熄灭了，快乐的感受也就随之熄灭平息。像这样，多闻生弟子对色蕴升起厌离，对受想行识蕴也升起厌离。因为厌离，所以不去贪爱；因为不去贪爱，所以得到解脱；因为解脱，所以自证自知，我身已经翻心而立，所作皆办，自知不受后有。很多人第一次听世尊的教法，可能会觉得好啰嗦呀，车轱辘话，好烦哦。不如看飞机，然后一巴掌甩你脸上，哇，好爽哦！这才是无上大法。为什么这么多人有烟瘾、酒瘾、手机成瘾、性瘾、毒瘾？为什么这么多人陷于没有栅栏的牢笼中？他们并不傻，只是被多巴胺、被大脑的这些神经递质给欺骗了，被表面的刺激和快乐给欺骗了。如果你看清楚你的快乐是怎么产生的，你的痛苦是怎么产生的，一些有心人是如何借助种种工具和言论把你束缚住的，你就知道世尊教法的珍贵。世尊并不排斥快乐，只是我们常常忘记快乐产生的因缘。比如手机成瘾，绝大多数人已经离不开手机，你们没有注意到手机在吞噬你的时间、你的注意力、你的睡眠。很多人一离开手机，坐立不安，百无聊赖，这就是被手机束缚了。那缘起具体怎么修呢？之前已经提到了，写观心作业，发现自己有情绪，比如很兴奋，第一步先通过标记法标记兴奋。第二步，观察因什么事件而兴奋。第三步，再观察引发兴奋的观点是什么。比如你看到报道，你喜欢的球队拿了第一，所以哇，好兴奋呐！观点是什么呢？终于扬眉吐气了。你觉得扬眉吐气，是因为你把球队看成是你的球队，把自己投射到了球队上面。在这个观念之下，又带着什么无明呢？又带着什么烦恼呢？你可以自己分析。真正的无上大法，并不让你依靠什么神灵，甚至不需要你点赞、转发、关注，也不需要你天天祈祷，只是让你回到自己的身心上，看清楚当下发生的一切，然后保持在正确的方向上前行，这才是真正的自周自一。290经类似的略过。291经，内触法，观察内心触受的流转，其实就是缘起，取指领会明白。当时世尊跟比丘们说，我所说的内触法，你们明白了吗？有一比丘站了起来，整理衣服，向世尊顶礼后，恭敬合掌禀告：世尊，您所说的内触法，我已经明白了。他向世尊汇报了自己的心得体会。世尊听完之后不太满意。当时阿难尊者在世尊后面拿了扇子为佛三分。世尊跟阿难说，我所做的内触法和这位比丘所说的不一样。一波提，这是音译，意义是直取。阿难回答，就借着这个机缘，希望世尊您能为比丘们解说真正的内触法，比丘们听闻后会信受奉行的。善哉，认真听，我为你们解说。如果比丘们想要领会内触法，就要这样思维：众生种种老病死的痛苦升起，这痛苦以什么为因？因什么而聚集？因什么而升起？因什么而显现？这样观察之后，要领会到这些痛苦是以直取为因，因直取而聚集，因直取而升起，因直取而显现。再进一步观察内触法，直取又是以什么为因？因什么而聚集？因什么而升起？因什么而显现？这样观察之后，要领会到这些直取是以可爱为因，因可爱而聚集，因可爱而升起，因可爱而显现。再进一步观察内触法，可爱又是以什么为因？因什么而聚集？因什么而升起？因什么而显现？这样观察之后，要领会到世间那些让人念念不忘的美好事物，可爱就是在这里产生，在这里被束缚，在这里安住。如果沙门婆罗门对这些美好的事物认为是长久的、永恒的、安稳的、没有病痛的，这是我，或者是我所拥有的。如果这样认为，对这些事物的可爱就会增长，可爱增长后，直取就会增长，直取增长后，种种痛苦就会增长，
痛苦增长后就不能解脱生老病死忧悲苦恼。我说这就是不能解脱痛苦。就像路边清凉的池水，又清又甜，可是有人倒了毒药进去，阳光毒辣，行人们又热又渴，真的要喝水。有人说，朋友们，这清凉的池水又清又甜，可是水里有毒药，你们不要喝，如果喝了，即使没被毒死，也会痛苦的要死。可是那些口渴的人却不相信，虽然喝了美味的池水，但过了一会儿，有的被毒死，有的痛苦的要死。同样，如果沙门婆罗门对这些美好的事物认为是长久的、永恒的、安稳的、没有病痛的，这是我或者是我所拥有的，就不能解脱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如果沙门婆罗门对这些美好的事物认为就像疾病、像脓肿、像毒刺、像谋杀一样，是无常败坏的、空的，不是我，可爱就会消退，可爱消退，执取就没有了，执取没有了，痛苦就会消失，痛苦消失，生老病死忧悲苦恼也就消失了。就像那有毒的池水，口渴的人们听了劝说，他们说，既然水里有毒，我们就先忍着，只是干粮不喝水。同样的，如果沙门婆罗门对这些美好的事物认为就像疾病、像脓肿、像毒刺、像谋杀一样，是无常败坏的、空的，不是我，可爱就会消退，乃至解脱生老病死忧悲苦恼。所以阿难，内处法要像这样观察思维，对于过去和未来也是这样观察。2024年也快结束了，新的一年里，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美好的愿望，有的是希望能赚更多钱，有的希望找到一个好的伴侣，有的希望事业能飞黄腾达，有的希望修正能更上一层。很多人都认为自己的幸福就在这些愿望里边，而一些有瘾头的人可能希望能喝更多酒，看更多黄片。但你还记得去年你的美好愿望是什么吗？还是说你的每一年就像那只奔跑的仓鼠，一直在夺路狂奔，一直以为幸福就在前方？前2天星球被封了一次，现在还没解封。神秘的力量，我们每个人在路上都可能会遇到这样的困境，有时候甚至于发现自己的方向根本就错了。那怎么办呢？接受无常，调整好方向，做好自己应做的事，继续往前走。幸福在远方，也在当下。在远方是因为我们有目标、有方向，在当下是因为当下的所有一切都要聚集无数的因缘。我很感谢一路上各位的支持，没有你们，我走不到现在。一路上虽然辛苦，有很多挫折，但也很开心。这就是生活，无常随时随地都在，但同时又要以轻松愉悦的心态来面对，继续前行。好，感恩老师，感恩诸位阿罗汉，感恩大家花时间听法思维，愿大家能看清缘起，究竟解脱。有问题到星球，我有问必答。欢迎大家关注公号你好阿涵，只跟你说不忽悠，可实践的正念冥想，可以解忧，我有阿涵。欢迎点亮转发关注充电，欢迎加入频道会员，把视频传播给更多人，会让你平安吉祥，一切顺利，谢谢。